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彭罗斯发出惊人警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这并非诗意想象，而是来自最尖端观测设备——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宇宙深处捕捉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开始动摇我们对宇宙起源与演化的基本信念。这个问题曾经只是哲学上的猜想，如今却逐渐进入科学的讨论范畴。我们所在的宇宙是唯一的一个，还是无限多重宇宙中的一环？越来越多的数据指出，答案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甚至令人不安。自从投入运行以来，韦伯望远镜接连拍下数据，揭示出众多早期宇宙的异常讯号。这些新观测结果不仅冲击了现有的宇宙论模型，更迫使天文学家重新思考宇宙黎明的定义与时间轴。这些来自130多亿年前的星系，其结构与质量远超我们的预期，就像在告诉我们，宇宙早期的发展远比教科书中所描述的更加迅猛且复杂。而这还只是韦伯望远镜发现的众多不可能之物之一。面对这些无法用标准宇宙学模型解释的观测证据，一部分科学家开始质疑大爆炸理论的普适性与完整性，进而提出宇宙可能经历了多次毁灭与重生的周期性过程，一种与我们习惯的线性宇宙史截然不同的视角。彭罗斯教授不仅是这场理论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最早提出宇宙循环理论的科学家之一。早在韦伯观测结果之前，他就预言了这样的可能性。他的共形循环宇宙论主张，宇宙不断经历着从大爆炸到热寂再到下一次大爆炸的连续循环，并声称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发现了来自上一个宇宙遗产的同心圆结构，这或许是来自前世宇宙的回声。在下面视频中，我们将逐步揭示韦伯望远镜发现的那些引人深思的天体，它们的存在不但挑战了物理学的根本假设，甚至可能是来自过去一个宇宙时代的残留物。韦伯望远镜将视线投向北斗七星方向的天空时，它捕捉到一系列微弱却古老的光源。这些星光穿越了130多亿年的时空，从宇宙刚诞生不久的时代一路传递至今，展现出太早诞生、体积太大、质量也太大的特征，超出了目前模型所能接受的极限。这些天体出现在宇宙历史的前几亿年，也就是所谓的在电离时期。它们的能量输出、光谱特征与结构特性一致显示，它们是一种极为年轻的星系，但其成熟程度却令人费解。在理论上，这样早期的星系应该还处于胚胎阶段，但观测结果却显示，它们已拥有与银河系相当的质量与结构，一种时代错置的宇宙现象，让研究人员倍感困惑。根据 Lambda CDM 标准宇宙学模型，在宇宙年龄仅数亿年的阶段，尚未聚集足够的重元素与气体云形成这种庞大而稳定的星系。这些观测结果几乎对理论构成了正面冲撞。因此，这类星系被戏称为宇宙破坏者 Universe Breakers， 因为它们的存在显然无视了目前物理法则的边界，也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宇宙早期的形成条件。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早期星系的异常，犹如揭开宇宙神秘面纱的一丝缝隙。后续的观测更是一波接一波地推翻我们原有的宇宙叙事。随着韦伯望远镜深入探测宇宙初期的区域，天文学家发现不止1、2个例外，而是一整批超龄星系。它们数量之多，质量之大，已经无法用偶然或统计误差来解释。同时，对宇宙膨胀速度的量测也与理论预测出现明显偏差，进一步揭示我们对宇宙整体结构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盲点。
宇宙的膨胀速度用哈勃常数来量化。根据宇宙微波背景与早期宇宙的理论建模计算，这个数值应该稳定地落在每秒每100万秒差距约67公里的范围内。这是标准模型精密推导的结果，来自普朗克卫星等观测任务的高精度数据。然而，当科学家使用独立的观测方法，像是观测 Ia 型超新星的距离亮度、红巨星的表面震荡、重力透镜产生的光路弯曲，以及造父变星的周期、亮度关系等，所推算出的哈勃常数却明显偏高，达到了每秒每100万秒差距约73公里。这不只是一点差距，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哈勃张力危机。现在，韦伯望远镜以其无与伦比的灵敏度和解析度加入这场精确测量之战。令人震惊的是，韦伯的数据再次确认了这两种方法间的巨大落差，使问题无法再归咎于测量误差或仪器偏差。问题来了，如果两套来自完全不同来源、技术与物理理论基础的测量得出的结果彼此冲突，那么问题可能不在方法，而在我们的基本假设。这种现象揭示了物理学界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否我们对时空、物质甚至宇宙本身的基本理解还远未完整？当理论无法与现实观测对齐，新的理论框架或许势在必行。其中一种最具颠覆性的假说，来自多重宇宙理论的前沿：或许我们所处的宇宙并非孤立封闭的系统，而是在某个规模与维度中与其他宇宙发生了交互，甚至正在进行融合。这不再只是科幻概念，而成为了解释宇宙膨胀异常的新方向。根据这种推测，宇宙最初的膨胀阶段及暴胀或许不是单纯来自内部量子波动的触发，而是年轻宇宙进入了一个更大、具有不同物理常数与结构的母宇宙之中，并因此产生了观测上的超长膨胀现象。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说，理论物理学家们建立了基于量子场论与高维空间几何的多宇宙交互模型，模拟不同宇宙间在边界或维度重叠时所产生的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如何反映在我们能观测到的引力场、暗能量密度与时空曲率上。如果我们的宇宙正在吸收来自另一个宇宙的能量与空间结构，这将直接造成总体体积的迅速扩大，而这种几何与能量的变化，在我们的观测仪器中就会被误认为是宇宙本身膨胀加速的现象。令人惊讶的是，根据这种宇宙交汇模型所推算出的膨胀速度曲线，更加贴近哈勃常数观测的高值区间，甚至能解释部分早期星系异常成长的现象，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持。这些由韦伯望远镜所揭示的资料，如同在宇宙黎明中投下的巨石，激起学界一波波思维上的涟漪。它不仅重构我们对早期宇宙的图像，更可能是通往新宇宙理论的门扉。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开始坦诚，现行理论虽然曾带领我们走过100年辉煌，但对于宇宙最深层结构与起源，我们所知的仍只是冰山一角。许多潜藏的因素，也许正等待着下一次革命性的发现。韦伯望远镜无声地提醒着我们，科学的进步不是来自于理论被证实，而是在于它能否承受未知数据的冲击。每一次观测到的不一致，都是通往真相的另一条道路。要真正理解这场认知革命的含义，我们必须将时间回拨至宇宙出生的黄金时代。当最初一批恒星点亮黑暗，发出足以电离宇宙间中性氢气体的高能辐射，为整个宇宙开启透明时代。在这一光明时刻到来前，宇宙处于被称为黑暗时代的阶段。密布的中性氢宛如一层宇宙迷雾，不仅吸收了所有高能光子，也阻绝了天体彼此的视野，使宇宙在数亿年内保持着几乎完全的黑暗与寂静。
根据最新模型与观测推估，在电离时期大约始于宇宙年龄达到3亿年左右。那时年轻恒星与原初星系开始释放足够能量，逐步破坏中性氢的束缚，将宇宙从黑暗中逐步唤醒。电脑模拟显示，在这一阶段，最早的电离气泡开始在氢气云中开启微小的通道，使部分高能辐射首次能自由穿越星际空间，为我们今天的观测提供了珍贵的窗口。但这些电离区域在初期仍然非常有限，它们就像黑暗海洋中的光泡，只围绕在那些诞生最早、质量最大、能量最降的原始星系周围，形成一个个局部的光晕，尚未连接成整个宇宙的透明网络。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标准叙事，直到韦伯望远镜带来的新证据，再度颠覆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然而，随着韦伯太空望远镜透过名为 JADE 的观测计划捕捉到一个被编号为 GSZ11-1的新星系，它的位置竟可回溯至宇宙诞生后短短3.3亿年。这项发现无疑如同在学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意味着在我们认为宇宙仍处于混沌初期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个具备高度结构与辐射能量的成熟星系。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星系所释放出的能量中，包含了大量极高频率的紫外线辐射，特别是与激发钛氢原子退击时所释放的莱曼 alpha 光谱线完全吻合。在如此高红移的宇宙初期，这种信号的出现，犹如远古时代的灯塔，向我们发出强烈讯号，告诉我们这个星系不仅存在，还极为活跃。然而，这样的观测结果也立即引发了严重的理论冲突。说它有问题，其实是一种温和的表达。事实上，它几乎与我们对早期宇宙透明度的认知背道而驰。根据现行宇宙学模型，在那个时间点，宇宙仍应充满中性氢，宛如厚重迷雾般阻挡所有紫外线与莱曼 alpha 光子的传播。换句话说，这种频率的光根本不应该从那么远的地方、那么早的时代传到我们的望远镜。莱曼光子的传播需要一个条件，宇宙必须已经进入在电离时期，也就是中性氢以大面积转化为电离氢，才能让这类光线穿透宇宙深处而不被吸收。然而，大多数模型指出，这个阶段应该发生在至少5亿年后才逐渐展开。对此，该研究主导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乔瑞斯·惠特斯托克坦言，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的话暗示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在理论应属黑暗时代的宇宙背景中，这个星系却明亮如灯塔，其莱曼 alpha 辐射轮廓清晰可辨，强度异常，就像提前进入了宇宙透明期。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错估了早期星系的形成效率，或是忽略了某种关键机制。该研究论文共同作者凯文·海因莱因进一步指出，从我们目前的理解出发，这样的星系根本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存在，但它偏偏就在那里。这句话凸显了观测事实与理论预测间的尖锐矛盾。不仅存在，这个星系的光谱资料显示，其释放出的高能紫外线竟然能穿透高达65万光年的距离，这是一个令人啧舌的数字，意味着其所处区域早已形成了庞大的透明气泡。根据目前的模拟推算，唯有当某区域的氢气以大规模电离，形成直径超过65万光年的透明气泡时，这些高能光子才能够自由传播。这意味着，在电离过程要么在宇宙年龄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么它的进程远比我们所预期的更迅速、更激烈。这样的矛盾引出更大胆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否其实来自上一个宇宙遗留的残影？这是否是彭罗斯所主张的循环宇宙论的某种观测证据？尽管关于多重宇宙的假说令人着迷，但此发现同时也提供一个更脚踏实地的解释。或许小型低质量星系在宇宙早期的能量贡献中，
扮演了比过去预期更关键的角色。它们的数量与聚合效应可能是推动宇宙透明化的主力。但谜团尚未解开，这些强烈紫外线究竟来自什么？目前的数据尚无法判断这些辐射究竟由何种天体所产生。研究人员提出2种主要可能，一是拥有超长高温与亮度的原始恒星群，也就是理论中的第3型恒星；另一种则是潜藏在星系核心的活跃超大质量黑洞，其吸积物质时所产生的高能辐射可能主导整个区域的再电离。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观测与理论之间日益拉大的鸿沟？当现实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我们的预期，它是否正在提示我们，在对宇宙的整体结构与起源的认识上，我们可能仍然停留在最初的阶段？当越来越多的观测结果与标准宇宙模型格格不入，从星系的生成速度到膨胀速率的矛盾，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是否在一些最根本的物理假设上出现了偏差？甚至宇宙的起点是否真的是一切的开端？想象一下，大爆炸不再是万物起源的神话，而是前一个宇宙死亡后的能量释放，一场宇宙级的轮回爆炸。这不只是诗意的比喻，而是越来越多物理学家认真讨论的理论假设。这正是彭罗斯教授的核心理念：宇宙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经历无数次创生与伤灭的循环过程。每一个大爆炸都是上一次宇宙结束时的回声。彭罗斯认为，宇宙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心脏，在膨胀与耗尽之间不断跳动。他的共形循环宇宙论主张，大爆炸只是前一个宇宙达到极端膨胀，物质完全熵化为光子后的一次收敛与重启，或称一次大反弹。根据此模型，当宇宙持续膨胀，恒星燃尽，黑洞蒸发，所有有质量的粒子最终都会被耗散殆尽，只剩下没有时间尺度的光与暗能量充斥整个空间，形成一个完全无尺度、无结构的平台宇宙。正如他所强调的物理哲学，尺度的消失就是新尺度的开始。当整个宇宙成为一片光与能量的海洋，不再存在任何参考系与物理时间，那也就成为了下一个大爆炸的自然起点。在这样一个无尺度、无质量的终末状态下，宇宙本身重构了边界条件，使得一次新的膨胀、新的宇宙得以诞生，宛如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这一切听来或许像是一套优雅的数学叙事，但彭罗斯指出，他并不只是凭空构建理论，他声称自己已经在真实的观测数据中找到了来自前一个宇宙的痕迹。他认为，有些宇宙前代的遗产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某种方式残留在我们宇宙的背景中，就像旧世界遗留在新文明中的化石。这样的说法到底在科学层面代表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可能观测到来自前一个宇宙时代的物理痕迹？答案：彭罗斯说，藏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之中，这是一层就像包裹整个宇宙的余光，来自大爆炸后约38万年冷却形成的第一道光波，至今仍在宇宙中以 2.7K 的温度静静流动。这种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就像一张古老的宇宙照片，记录着宇宙刚从炽热汤锅冷却下来的模样，是理解宇宙起源与早期演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分析由普朗克与 WMAP 卫星拍摄的微波背景全景图像时，彭罗斯与团队声称，他们发现了一些非随机的圆形斑点，这些斑点的温度波动远高于周围背景，其规律性让人难以将之归因于普通宇宙结构。彭罗斯给予这些斑点一个极具意义的名称——霍金点，象征着从上一个宇宙中完全蒸发的黑洞，其释放的霍金辐射最终成为留存在新宇宙中的微弱记号。理论上，当一个宇宙临近熵极限时，
那些庞大的超级黑洞最终也无法幸免，它们会经由霍金辐射完全蒸散，将其储存的能量以辐射形式释放到空间中，而在宇宙重启后，这些辐射遗迹便成为了霍金点的物理痕迹。这些光子会在新宇宙形成早期散射扩散，并随着宇宙膨胀逐渐冷却，最终被冻结进微波背景之中，就像古老的符号刻进历史的年轮里，静静等待后世的解读者。根据观测资料，这些霍金点在微波背景图像中呈现为大小约等同满月的圆形热区，不规则却又带有一定对称性，如同宇宙在对我们低语它的前世记忆。这些图样正是彭罗斯与他的研究小组多年来一再指出的观测事实。他们相信，这些斑点正是证明宇宙循环性的第一类形态证据。如果彭罗斯是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微波背景辐射中，有一部分来自过去一个宇宙终结时最后的呼吸，那些消逝的黑洞化为一道道温柔的光痕，铭刻在新宇宙的起点之中。但并非所有科学家都接受这种说法，尽管观测资料耐人寻味，但解释方式仍有空间。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斑点可能是统计偶然，也可能与本宇宙的初始量子涨落有关。面对质疑，彭罗斯回应得平静而坚定。他指出，在20世纪初，黑洞也曾被视为荒诞的理论幻想，最终却成为天文学不可忽视的实体。因此，或许某一天，霍金点也会从理论走向观测确证，成为我们认识宇宙轮回的关键拼图。我们仰望星空，就像在凝视一部无声的史诗，然而我们所能读懂的，只是其中几页残章。韦伯望远镜揭示的，不仅是一张张来自宇宙黎明的远古影像，更是一连串足以撼动宇宙学根基的质疑。当我们在130亿年前的星光中，看见不该存在的星系超灵的结构与神秘的辐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宇宙史，其实只是某一种周期的片段？彭罗斯与他的霍金点理论也许大胆，但他提醒我们，如果每一个终点其实都是起点，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也不过是一次无尽轮回中的一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正处在哪一个循环之中？也许我们自身就是宇宙遗忘的记忆，在时间的潮水中漂流，试图找回属于我们的原初之光。毕竟，当你看见宇宙深处的第一道光芒，那或许不是黎明，而是一次更古老的重生。